好，回到節目現場，下一個話題呢，我們要持續來看到的是美國總統川普近日表示，他因為不滿發生在南非政府這邊殺害了一個白人，甚至任其他的農場被隨意奪走，這樣侵犯人權的事情出現了，所以川普不會邀請南非參加明年在美國邁阿密登場的 G20 峰會，還指控呢南非拒絕把這個 G20 這個主席職務交接給美國大使館。反正就是雙方呢，現在在 G20 事務上的矛盾越來越深了。那麼美國将即刻停止對南非提供所有的款項跟補助哦。對此，南非總統拉馬福沙他是對川普這樣的懲罰性措施是表達遺憾。好，我們看到川普總統想伸張正義，打着人權的大旗呢，現在對南非展現了敵意，但這可能會在非洲掀起多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啊？我們知道，其實非洲這個地方現在要補足歐美很多的一些戰略短板啊。我們先請楊老師分享觀點。我覺得川普這個作為其實會造成整個全球南方，不止南非，整個非洲的區域，甚至全球南方對於他的批判。因為你只是因為在南非裡面的部分的白人可能有遭受到就是一些你指控的迫害行為。可是事實上，我們大概都知道，南非一路走來，白人政府原先的种族隔離政策，使得多少黑人在數十年甚至100年以上是面臨怎麼樣的困境？雖然他解除這個政策之後呢，當時一直到現在都主要由黑人在掌控政治，因為人數多嘛。但是對於白人的這個法律上的保護也是很積極。可是的確是有一些現象。那可是我們看到，即使是連過去川普的最親密的顧問馬斯克，也都沒有這麼激烈的去批判南非的政府。他自己本身是南非的白人出身。那尤其相對比的是，那你對於在加薩發生以來的這些種族滅絕甚至大屠殺，你怎麼去看這個事情呢？所以這種差異在美國政府其實都很，美國社會之內都會有一些批判，因為不是白人族群或者是這個比較前進派，就會對於他這個觀點很強烈的這個譴責。是。那同時，你自己把一個全世界幾乎是最重要的礦產國家南非推到門外，你不是要去開發稀土礦，你不是要去掌控關鍵的礦產資源嗎？南非大概除了稀土之外，因為稀土對他來講已經太廣泛了。對。每一個項目都幾乎都是排名重要的。你看，像是鉑、金、黃金、鑽石、稀有金屬、煤炭是全世界生產排名第3重要的鐵礦出口國。然後呢，所有你看到的這些鉻、錳、鈩、鉑，通通都是南非。那他不賣給美國了？對。美國企業還想去買嗎？那現在南非目前為止還算是理性，沒有採取真正的排美或者是制裁行為。可是你如果現在只是在言論上，那當做一個外交事件，你更進一步採取政策的去制裁南非的時候，南非一定會反制。是。那同時，當然它也會有不確定性，跟你美國企業或者美國政府做互動的時候，它當然會走向比較穩定的生意夥伴。那誰呢？那當然主要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跟其他的國家嘛。那現在中國大陸在整個非洲在今年的上半年跟中國的這個貿易額增加了將近有20%。整個非洲大概做生意現在都講中文，而且很多國家都採取的是這種所謂的不用美元交易，採取的是本國幣交易了，或者是用數位貨幣啊，數位貨幣，將來甚至可能用香港發行的，就是以人民幣為主的穩定幣。所以這些的作為對，會更進一步的深化中國大陸在南非，在整個非洲它的貿易跟礦產的掌握的主導地位。其實川普做這個其實是很不明智的，而且只是滿足他自己對於他自己政治理念的一個這種爽度而已吧。好，沒錯，一受到美國又要搞事呢，中國這邊代表機會來的政治敏感度也讓他們立刻發力了，派出國務院總理李強呢會見到南非的副總統馬沙蒂來。李強指出中國當然樂意跟南非加緊對接甚至推動100%的稅務產品零關稅的這個優惠要助力更多的南非產品進入到中國市場。同時，中方也會給予他們擅長的新能源、汽車、醫療、數位經濟、基礎設施等等非常多的好處。
所以這一招見縫插針真的是來得太時機點太好了，來拉攏這個身為 G20 的成員國，同時也是金磚成員國，然後又是非洲第一大經濟體的南非啊，只要拉攏到这個盟友。成功的話呢，對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好，還是友好陣營的布局也好，哇，這個太多正面的效果了。將軍怎麼看這一手？所以我覺得川普真的是蠻橫無理然後自負到過分了，完全不遵守國際的一般的禮節跟國際的秩序他這次來 G20 來講的話，由南非主辦嘛，那他就不去參加那當然把舞台就讓給了中國，但這次習近平當然也沒有參加了。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李強去代理這個川普參加，那其中有一個這次去參加非常有趣的，川普不去他以為他可以當老大可以搶所有鎂光燈的焦點，那個叫高市早苗他不是故意遲到，在大會開始的時候他故意遲到，還跟大家講說他是因為換衣服所以很明顯的以高市早苗他很清楚說是他當到一個國家的首相，當下一個國家的元首，難道連這最基本的國際禮儀都不知道嗎？他居然可以說，因為他要挑衣服遲到，我覺得他很明顯的你川普沒來，我現在就取代你川普，因为以前大概只有川普會做這種動作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到。第二個來講的話，其實明年來講由川普來，他們美國來主辦，但你禮貌上面你必須要做的就是要邀請所有的成員國都必須要來參加，而不能因為你個人的喜怒然後就決定誰可以來，誰不可以來。但是川普做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大家記得在聯合國大會，由於聯合國大會的位置在紐約，所以那時候他不爽哥倫比亞總統，他也不發給哥倫比亞總統簽證那試問一下，你可以這個樣子嗎？你最起碼要遵守國際秩序嘛。那南非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其實南非就是所謂金磚國家，剛開始金磚只有4國而已，後來就主動邀請南非參加。那金磚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性質？當然，它不是一個聯盟，也不是一個組織。當時它是因為這個經濟學者剛好是中國、俄羅斯、巴西還有這個印度幾個國家拼起來剛好是金磚，英文的金磚，所以它是一個經濟上面投資的一個很重要一個新興市場，然後鼓勵民眾去投資。那後來他們發現，這個邀請南非，也就是南非也是一樣，未來在經濟上面，尤其是在非洲。它是最大的一個經濟體而且是而且現在來講，它又是金磚5國，在不管是在全球上面政治或者是經濟或者是非洲來講都非常重要。那現在非常好，我覺得你川普把這個門讓出來了，把整個非洲推出來，那是不是就剛好讓中國有機會跟這個南非結交一個更好的朋友？會發展得更密切在這個金磚5國方面來講的話，現在不止5國了，在金磚國家體系裡面更凸顯這個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由川普的執政之後，他的朋友會越來越少，那他所推出來的朋友變成都加入中國的行列。所以中國不只是在這個所謂中東地區，還有南美洲地區，現在到非洲地區都廣交朋友。對中國來講的話，不管是在經濟或外交上面，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發展。好，今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呢，被中國祭出了這個稀土的咽喉，掐住你之後呢，大家都見識到現在稀土的威力了。所以歐美聯盟當然要找替代方案那南非，剛才我們楊老師提到有非常多豐富的礦產資源，甚至他們不只要挖礦，還要在當地打造這個後續加工原料的這個產業鏈。所以現在歐美就是把稀土的替代方案設定在南非了，但是川普現在這樣子對南非展現了敵意，那歐盟前段時間才跟南非簽署了礦產的合作。雖然南非現在的態度是蠻克制的，沒有說因為這個美國老大搗亂子我就跟你這個反悔或者怎麼樣，但是多少還是有些隱憂。如果越來越誇張，把南非越來越往中國大陸的方向來推的話，這是不是讓歐洲原本想說打的這個稀土替代方案的好牌就這樣被川普給毀掉？我認為這個雙方都會調整姿態，一碼歸一碼。雖然有這個外交上面的不愉快，但是為了經濟的發展，雙方都有經濟發展。南非也窮了，南非現在的國民所得每一個人平均只有7000塊美金，只有7000。他也要發展，他也要發展他的經濟啊。是。那我們今天講的稀土，南非不只有南非的稀土86萬公噸，我們知道全世界的稀土總共9000萬噸的這個存量。那中國大陸占了4000萬噸嘛，因為它的量最大嘛。但是不要忘了，
包含柬埔寨、包含泰國、包含馬來西亞、包括緬甸都有稀土哦。第二大存量是巴西，因為巴西在9000萬公噸的狀況下，巴西占了2000多萬公噸，也是蠻多的。对，那在南非這方面，南非它86萬公噸多不多？我說實話，全世界排名第10，也不算多。但是問題在哪裡？它的白金、它的鉻、它的錳，這個也蠻重要的，它產量還蠻多的，世界第1儲量，是這個問題。那這樣子的話，那完了南非在相對於工業上比較落後，但是它需要錢，錢哪邊來？日本來投資，美國來參咖，是這個樣啊。所以美國是很厲害的，我們美國拿錢，你日本拿錢來提煉，然後裝備弄好，然後我們兩個來分，是這個樣啊。所以變成了大家都受利，南非賺了錢，美國也撈了好處，日本呢也拿到了稀土，美國也拿到了稀土，是這樣，大家都贏，這樣南非的生活也可以改善，因為畢竟我們知道南非它是因为金磚5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它在經濟上也想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那稀土我認為也是它一個翻身的一個小幫手。你知道有幫手嗎？你這個金磚5國屬於南非最弱啊，你其他的俄羅斯還有這個印度還有巴西的經濟的體量，比如中國大陸經濟比南非大的最多，大的非常多哎。那南非在這方面要靠什麼？我認為稀土它的礦產來外銷，來提煉，然後來外銷。在這一方面，它可以獲利，所以我認為一碼歸一碼，政治面歸政治面，然後經濟面呢，大家走經濟面。我認為兩個態度都會放緩，互得其利。是，不過歐盟這邊也因為前陣子可能這樣美洲貿易戰之後，然後看到稀土這一塊之後，他們也緊張，因為歐盟也很多車啦、車企相關的。那歐盟這邊跟南非看這個事件，他們的態度？那他們應該講，因為歐盟也需要這一方面的。那尤其我們講永久磁鐵，尤其還有這個儲能，尤其是新能源車。那在這方面也要向南非這方面來購買。但是他們的來源多，你不要說澳大利亞、澳洲的稀土這個存量也多，所以他們來源應該是盡量多元，不要壓單一來源，而要壓多邊來源。所以我認為他們也會對南非，因為南非需要的是錢，需要的投資，所以這些西方國家也會對南非來這一方面大家來互利合作。沒錯，他提供錢，另外一方提供礦產，剛好兩個各有各的，然後大家互蒙其利，互取其利。对，好，所以稀土啊，真的不管是今年也好，未來也好，都還是各大國博弈之間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好，最後一段節目呢，我們要繼續跟3位專家來探討，現在中國有積極的備戰動作，買石油、儲備糧食，還有購買大量的黃金，背後有哪一些布局？還有2027的台海真的要不平靜嗎？我們馬上回來。